有没有得罪过一些？讲到这里，有可能会被骂哦。只有20多%，比别的同胞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也躲在家里不去投票。从根本上改变。的收入是属于什么样子的选配？其实我蛮惊讶的，这跟我们一般的想象不一样。不说名字，因为你还在工作，没有露脸。93年出生，工作6年多，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 ，born and raised。我是 born in Malaysia， 在律所、日本和德国的公司有过工作经验。所以你作为一个法律人，最关心的就是误打字的问题，尤其你念法律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可以介绍一下。OK，so 在马来西亚，如果要从事法律行业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有2种选择，一就是你被一个本地大学录取，或者是去一个私立大学。当然私立大学你也可以分在马来西亚就 fully complete 这个学位，或者是出国深造。对，如果那个the advantage of getting admitted into a local university 的好处就是说，你只要 complete 一个4年的学位，你就没有必要去考多一张纸，就是说我们的certificate of legal practice。而且这张纸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每年的passing rate 其实只有20多%，律师执照。如果你能够被 local U 录取的话呢，你就少了这个我们所谓的 hurdle， 你就可以毕业了，拿了学位毕业了，你就可以去实习，然后当一名律师。如果你选择private university 的话呢，就当然是看你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你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你出国的话呢，你就可以做external distance learning， 像我做的那一个就是 University of London International Program。可是它的难度在于呢，它是没有 assignment 的，so it's 100% exam base。所以就是说，你读书你读8个月，如果那一天你表现不好，你就完了，就完成它最后一个考试。对，就因为一张纸，就是那一个时候考试，如果你的状况不好的话，你就完了，你要重新开始。我看到的是一个双重的难度啊，就是说，首先你作为华人，你要去一样的机会获得学习法律的degree 的话，那首先更有可能会被考到私立的，对，所以你要去争取更好的成绩，或者是要支出更多的钱，对。那这个对所有的华人应该都这样嘛？比如说念 computer science 啊，或像我学 double E 都会碰到一样的情况，对。但我觉得你还会碰到第2重困难，就当你学完以后，你要从事律师这个职业，你还要再多考一个法，而且这又很难，又要5个里边要筛掉4个人，对，这样子，对 ，OK， 这就非常的困难，对。所以你为这个事情做过什么？你个人做过一些什么努力，想要去改变这个现状吗？当然，我觉得第一，首先就是有 election 的话 ，exercise your civil rights， 对，就明天。对，加油加油！我觉得如果我们要 complain 的话，我们先必须exercise our responsibility as a civilian citizen， 就有机会让你投票的时候就去投票，这是你第一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别躲在家里不去投票，从根本上改变，根本上先做一些改变。当然，我们也其实蛮 ，it's quite sad that we already like somewhat accepted the fact that there's this quota system， and 这个 quota system 也不是说它会在非常短时间内会被废除掉，没错，没错，对，所以我们以华人来说呢，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从小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需要比别的同胞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是对，去得到一个学位。是，对。那你身边从事法律行业的人多吗？其实还是算多的，算多的，其实算多的。OK， 就很多人会有这个 mindset， 就是说他如果觉得business degree 太 general 的话，他们就会 either 选maybe accounting or law，所以通常都会在这2个行业里面周转啦，然后当然 Asian parents 最喜欢的就是either medicine degree, accounting or law。这样的，在中国多吗？中国法律从文科来说，法律就是找不到工作的专业，所以其实大家都不鼓励学法律，而且法律的环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好。你学的法律没有办法去 practice。比我再小一辈的人呢，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人会去选择这些项目，因为他们可能因为现在有 YouTube、TikTok 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可能会去往那一方面来学习，可能 like digital，is more towards digital 方面的，或者是比较 art subjects 会比较多从事那一边的行业，而且可能他们的父母也比较年轻，所以他们也比较能够接受这个市场的变化。我觉得也可以，也挺符合现在的这个趋势的，因为政府也在说要更多推一些，比如说新经济嘛，对吧？现在做法律的收入来说的话，
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一个水平？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不高，收入不算高。你这个回答跟我其他的马来西亚朋友跟我说的一样。是不是你觉得和从Apple to Apple 的来说，和学 accounting 的都差不多？其实如果 Apple to Apple， 就是说如果你用professionals 的 comparison 来说呢，其实法律还要比 accounting 再低，还要再低，还要再低。比如说起薪，如果说第一年毕业的法学院学生，那你可以说你的第一份工作的收入是多少吗？平均工资大概是多少？我自己呢，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是差不多3500马币。当然，其实我已经算不错了，3500马币已经算不错了。如果你再去一些比较更加小型的法务所的话呢，可能甚至2500也有。Okay. 对，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感觉会比做工程师啊那些像我学理工科的还会再少一点点吧，我感觉、就是。我觉得还会少一点点，尤其是比 accounting 会少一点点。OK， 我觉得但是你的这个3500块里包括加班吗？加班费用？没有，我们从来不会有加班费用，就是说没有 OT， 不是没有，对，是不会有，对，法律的人是不会有 OT 的，maybe meal allowance 很少啦，因为除非是非常有一些比较好的事务所，可能他会。我理解你说的少，一方面是和国际的同行比起来，比方说在美国学法律，对，在这欧洲学法律比起来，第二是和你所付出的努力比起来，你辛辛苦苦念了4年，还要考bar，对，还要才有能够从事法律啊，那个很长的工作时间比起来，其实算蛮少。关于法律，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像我朋友有告诉我，在马来西亚，因为华人得到的机会少啊，那我不知道做法律怎么样，但他告诉我，比方说他是学医的，做医生，那他一旦毕业以后去新加坡了，去其他地方，然后他也不会再回来我嘛，那时候再说你要报销马来西亚，他们就不愿意回来了。对，学法律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也是有的，可能不只是新加坡，可能别的国家。去从事法律行业，其实也是有的，对。你有考虑过吗？因为在马来西亚有职业证，新加坡的法律其实也可以，就是相通，然后案例法也是相通，甚至于像英联邦那些澳洲也都可以相通。对，其实你们从技术障碍上来说的话，你在新加坡也可以找工作。其实我在我的职业初期的时候，我也是有考虑的，尤其是新加坡，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3位姑姑。其实是在30年前就已经从马来西亚移民去新加坡落地生根了，所以其实，在新加坡如果我真的要在那边的话，其实也不困难，他们能够让我来让我先有一个落地的地方。可是呢，就我也大概也算过了，其实，在新加坡的living expenses 也是蛮高的，尤其是它的 accommodation。而且如果我是在这么早期的时候去新加坡的话，薪水也不是说非常的高，当然，尤其是你需要支付了。rental 什么的，这些成本会吃掉了你的收入，就会吃掉了，所以就变成没有什么分别。对我来说所以我就没有在那方面想了。可是 eventually 你又不想换护照嘛，对不对？所以那就没有很大的必要。对，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新加坡的，因为我有亲人在那边，然后大放假我也可以去那边过一个 vacation 什么的。我就非常喜欢新加坡是那么有规划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最喜欢就是自己出门，而新加坡就非常的安全，你可以自己出门。在马来西亚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我父母不会让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对，所以这些东西是我小时候会非常向往去新加坡生活。可是当我长大的过程，尤其是去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去新加坡也蛮常去的，大概半年里面就去了差不多5-6次。可是当我踏进那个城市，我突然间就觉得，已经不是我小的时候的那一种印象，对，就可能因为我也是在市区，虽然很多东西都非常，就它看似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城市了，一座城市非常完美的一座城市，可是我常常会觉得有一个void， 在我心中有一个 void， 一个 emptiness。讲到这里，我可能会被骂哈。对，before more， 所以我说个人意见，这非常的 subjective， 每个人的感受，对每个人的感受，对，就可能我也比较习惯这里了。那我们说一些有趣的东西，因为你工作以后，你在马来西亚的 law firm， 在这个日本公司，然后在德国公司都工作过，你觉得有些什么最大的分别吗？这3种类型的企业？
因为事务所会比较不一样。 OK 就我如果是 compare 的话，我可能 compare Japanese 跟German 好， company。说别人啊，对，说别人。好啊 Before 我进入一个日本公司工作，我的印象中他们可能是比较 rigid，比较非常有条有规的。可是其实我蛮惊讶的，当我进去从事法律行业的时候呢，它其实给我们很多的freedom 来做我们当地需要做的事情。 OK， 对，反而在German company 他们就比较 rigid， 在这一点会有一点 rigid 吧，就是说当我们需要做出任何的改变，我们都需要加入很多的 justification，需要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要改你的global policy， 为什么它是不可以在这里是不能接受的。对，就我们需要解释很多。 OK， 对，反而就会比较有一点绑手啦。这跟我们一般的想象不一样。虽然德国也是很 rigid， 对，但是跟想象不一样。德国公司开会的多不多 ？Group meetings 非常多。我就是想说，非常这个欧洲公司都有这个问题。对，他们要寻求所有人的认同。法国也是这样。对，就一个 project， 一个非常就以我来说，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在中阶层的 level 可以解决的东西，他们需要把高层也拉进来。就一个 meeting 可能有12个人，对，在同时讨论一件事情，如果讨论了2个小时还不能有决定，非常多的 meeting， 通常还没有 minute taker。对，开了也不知道，最后 follow up 之后，对，最后 follow up 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就讨论了很多遍，还是回到了原点。我知道，但是他一旦决定一个事情以后，他就会很强大的，像德国坦克那样的，就执行下去。我知道，对，而且我觉得是两面吧。可能这种公司，德国公司，它就至少你的声音会被听到，因为他会去问你，what's your opinion on this？ 他就不只是让高层做决定。就他会有这一种open culture， 是，对，他会选择聆听不同阶层的就是说 employees 的声音。OK， 那你做过 legal 又做过 compliance， 对，其实我知道 compliance 还是很不一样的。对，因为我作为 HR 嘛，我后来面试过很多做 compliance 的人，有没有得罪过一些？得罪倒是没有啦，没有得罪过人。可是人家一听到 compliance， 他们就会往后退了。你找我什么事？不敢得罪你。对，不敢得罪。对，他会远離你。因为 compliance 呢，它也是有它非常就是说 interesting 的一面。当然，它有 interesting 一面，可是很赚钱。对，其实现在up and coming。我作为一个老 HR 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最终还是要去做那些让你感觉有 passion 的，对，又不是有那么强的 passion， 就是你还是很喜欢，一直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不然呢，你工作几年之后还是会回到那个点上的。如果你不是那么喜欢，你每天都会被这种细小的事情跟人打交道啦，交的一些报告文件啊，都会感到很 suffer， 会有这种感受，对，不开心。对，就会有这一种感觉。对，如果你不是在做着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即使它能够为你带来可能更多的钱，但你也不会能够做得长久了。这就是我的。如果你大学就是一样在念 literature 的话，你会建议其他人学法律吗？或者说建议他念其他的这个学科呢？